众所周知，自由航行和无害通过一直是美国军舰在全世界横行的口号，但是最近却发生了一件十分可笑的事情：英国皇家海军没有美国的实力，却学着美国搞自由航行，甚至比美国挑衅的还欢。结果不出所料，被俄罗斯实弹驱逐，狠狠羞辱。而考虑到英国航母战斗群即将来到南海周边进行挑衅举动，不少分析人士猜测，英国在南海挑衅力度很有可能会比之前计划的还要大，因为他们很可能想要在南海找回丢失的面子。到底他们能不能行呢？没等中国反驳，澳大利亚先发动嘲讽技能，言语间似乎在说没门。据报道介绍称，澳大利亚迪肯大学教授布坎南表示，英国航母编队在南海将面临比在黑海更加严峻的局面。显而易见的一点是，英国航母编队此番前来印太目的不纯，其似乎是想借着印太向中国挑衅，来向外界证明其仍然是全球性大国。与此同时，随着印太地区战略地位日益凸显，英国也想染指印太，从而分得一杯羹。但是从这一挑衅目的来看，中方就绝对不会容忍这样赤裸裸的挑衅。那么至于我军会如何做呢？在以往，中方的回击措施都比较谨慎，正如同俄罗斯分析师所评价的那样，中国的反应通常只是跟踪监视并广播驱离，但是这都是以往的做法。俄罗斯分析师预测称，也许这次中国的回击将更加强硬，不排除试图驱逐英舰制造碰撞威胁的可能性。某种程度上，俄罗斯说出这番话也是支持中国给英国一个狠狠的教训。就目前而言，中国确实在等待这样一个碰撞的机会。我们知道近些年来，在美国的带领下，来到中国周边挑衅的美国盟友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迫切的需要重建自己的战略威慑力，从而震慑前来挑衅的敌人，不然来挑衅的人只会越来越多。另外，有迹象也表明，中国将用电磁武器应对前来挑衅的英国航母编队。尽管其是一种新兴的武器，但是威力却不容小觑。在电磁武器面前，即使是最先进的美军舰艇，也有可能陷入在电磁打击下无法使用的窘状。更何况是颓势明显的英国皇家海军舰艇。所以说，英国想要在南海找回面子，基本是行不通的。如果英国挑衅过头的话，其遭遇将绝对比在黑海更为惨烈。解放军已经做好迎战准备了。在7月2号，港媒南华早报报道称，在前一天，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传出好消息，中国激光技术迎来重大突破，研制完成了一种可发射高能激光束的装备。按照该研究所下属的强场激光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员刘军透露，这种激光在发射瞬间所爆发的能量可以达到100帕瓦，这也是全球发电总量的1万倍。需要提到的是，因为保密问题，此类激光的具体信息尚不清楚。不过，研究员刘军倒是提到，想要发射这种激光束非常不容易，瞬间的高能光束可以轻松融化掉装置的各类载体，这包括了晶体、透镜等光学组件。为此，研究团队不得不通过逐步输入硬件能够承受的能量，逐步压缩打造成最后瞬间释放的高能光束。激光技术应用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经十分普遍，但是想要实现军事化、武器化却十分困难。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就率先向激光武器化发起了进攻号角，并提出了一个名为高能激光武器计划的项目。当时外界对此的主要看法就是利用激光武器实施对卫星洲际导弹的攻击，因为当时美国在中低功率激光的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为此，当时五角大楼十分乐观地判断，在2010年就足以让美军步入激光时代。然而尴尬的是，直到2016年，美军在自己的步兵战车上首次使装激光武器并投入测试，但很快就发现现实环境与实验室环境的差别实在太大，功率受到极大影响。一发激光束能够干扰一下无人机，都已经算是不错的了。有的时候甚至不知道激光被折射到哪里去了。然而在大洋彼岸，中国却实现了后发先至弯道超车。而之所以能够超车，完全在于成功研制出了一种名为福带硼皮酸钾晶体。这种晶体可以承受多条低能光束融合成单一高能光束的能量散发，这也是美军一直无法做到高能激光的最大原因。再提问题，当然了，目前这类晶体的研制技术已经被确认为国家机密，禁止对外出口。高精尖领域上卡美国人脖子，这可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有外界猜测，中科院这一次试验突破很可能和2019年的技术突破有关。当时，中科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在研发一种让光束合成的功率增加13倍的锗酸盐倍频晶体。当时就有人放言，这是中国实现超高能级激光的敲门砖。值得一提的是，有消息称，随着中国超高能激光技术的突破，大约在2年内就可以实现彻底的军事化用途，而届时，这也将是足够改变战场规则的一种装备。
最近，日本官员多次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事后又立即澄清，反复横跳玩文字游戏。此外，日本还多次表示会介入台海冲突。很明显，日本已经改变了在台海问题上的模糊策略，美日近来越来越多的介入台海局势，而且已经为可能的冲突付诸行动。近日，英国金融时报援引6名知情人士消息称，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末期，美日军事指挥官就已经开始认真计划可能发生的对华冲突，具体行动包括在南海、东海绝密级别的战争模拟演习以及联合作战演习。而现任日本首相菅义伟和美国总统拜登继续继承这一军事计划。报道称，美日两国在南海以及东海的军演都适用于应对台海周边的任何冲突。美军印太战略前军官表示，美军需要对日本在发生冲突时可以提供的支持有全面理解，而日本在研究任何联合军事行动的法律问题，以及在与中国发生冲突时日本可能提供的后勤支持。美日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三方共享机制，以此掌握中国大陆海空军的实时动作。其实早在2017年，美日台三方就开始共享军用飞机代码，帮助识别敌我。相对于美国，日本近日表现得更加狂热，甚至公开承认保卫台湾等同于保卫日本，日本贼心不死，那就等着血债血偿。与此同时，解放军攻台主力陆海空也展开了密集演习。最近，中国舰船知识发布对台联合火力打击演示视频，海军的052D、015驱逐舰将实施近海封锁任务，多架歼115舰载机前去执行空中警戒任务，以及应对敌航母战斗群。随后，解放军火箭军东风10A 巡航导弹部队执行火力突击任务，多枚导弹起飞，紧接着大批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东风26反舰导弹齐射。视频还制作美军侦察卫星行动，将情报传给台军，台军紧急接送重要人物撤离。同时，解放军歼115D 电子战飞机到台近空进行电磁压制，而东风17突防摧毁爱国者防空导弹。而攻击115无人机对打击目标进行评估，确认阵地是否瘫痪。再然后，解放军发射东风15C、东风16型钻地型弹道导弹，打击台地下指挥中心，台军机场都被摧毁殆尽。这并不是意淫，而是解放军真实存在的战力。这也表明解放军对台火力打击提上日程，而且早就准备了外界势力介入干预的预案。解放军武统面对的从来都不只是对面的一个岛，可能面临美日澳，甚至整个美国及其盟友围攻。我们需要时间准备。最近我们最高层也警告，外来势力妄想欺负中国，必将头破血流。在最近，俄媒《独立报》的一篇报道中提到，英国在1个月前受美国压力派遣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编队前往南海，算着时间，应该会在近期抵达南海，并展开自由航行。这其实就是对中国领海主张的一次挑衅和否认，为此在会进行自由航行以表达自己不认可的背后态度。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有英国媒体发现，中国有大量的媒体密集报道了之前英国驱逐舰遭俄罗斯军舰开火的事件。为此，有英国媒体担心，伊丽莎白女王号很可能在南海遭到中国的特殊欢迎。而此前外媒一直在炒作中国海军已经将舰载电磁炮投入作战项目中，这种舆论背景下，十分担心航母遭到中国电磁炮的迎接。更有意思的是，澳大利亚的肯迪大学教授布坎南还在媒体上颇带恐吓性质地表示，伦敦唐宁街方面希望通过在南海的行为向外界展示英国依旧是那个全球性的大国，但中国在最近一直在尝试分析俄罗斯在黑海的行为和后果，因此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编队很可能在南海面临比黑海更严峻的局面。对于当前的复杂国际形势，俄媒《独立报》就在文章中援引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首席专家瓦西里卡申的观点，在面对西方国家舰船闯入中国划分的岛屿12海里内，中国的反应早被世人熟知，通常是跟踪监视、广播驱离。解放军从未做过和俄罗斯军队那样的大胆举动，中国的表现更加谨慎。近些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开火警告的事件，为此俄媒向中国建议应更加强硬，可以学习借鉴俄军在黑海的行动。很少有人会密集的在俄罗斯边境敏感区域挑衅，因为他们知道俄罗斯的边防人员极有可能动用武器，甚至开火杀人，因此他们清楚面对俄罗斯军队时最好不要开玩笑。